第二卷，紫电出名。第31章，风起。出山口后的风比山腹更冷，冷得像是贴着皮肤刮过来，带走最后一点温度。不语只踏出2步，眼前便猛地一黑，天地像被人狠狠翻了一下。碎时，山影、天空在视野里颠倒，他的膝盖几乎同时失去知觉，整个人向前栽去。若不是司业及时拖住，他已经摔在满地尖锐的石砾上。他第一个念头是自己终究撑不住了，下一瞬，胸口深处却传来一记清晰的震动。他没有站不稳，是心口忽然被敲的一麻，像有人隔着血肉，用指节不轻不重地敲在他心口最正中的位置。没有怒意，却带着不容忽视的威严。他呼吸一乱，胸腔立刻像被什么从内侧收紧，气息还未真正吸入，心脉已先被挤压，疼痛并不猛烈，却让人本能的恐惧。体内那魔子意随之翻涌，他不再循着原本的脉路缓慢流转，而像被雷霆惊醒的细蛇，自丹田深处窜起，沿着血流逆冲而上，一寸寸缠住心脉。冰冷、锐利，带着极其清楚的意志，逼得他背脊猛然绷直，连下颚都被无形的力量托起。他的身体被迫站成一个正位，肩线被拉直，脊背绷紧，连脚下的重心都被无形的力量一寸寸校准，动弹不得。不语死死咬住唇，仍有一丝血腥味在口中漫开，指尖迅速失温，连指节都在细微颤抖。那不是单纯的疼，而是一种被检视、被校正的感觉，仿佛他整个人被摊开在无形的尺度之上，任何一点偏差都会被立刻指出。司业扶着他，手掌按在他手腕内侧，力道很稳，稳到像是在告诉他，现在别倒。他没有问他哪里不舒服，也没有急着输入内力，因为他已经感觉到了。他的脉象不乱，异常沉稳，每一次跳动都精准的近乎冷酷。可那份沉稳之下，藏着被强行压住的紧绷，像一柄刚铸成的剑，剑身尚热，却已经被要求入鞘。慢点。司业终于开口，只2个字。不语抬眼看他，想勉强弯一下嘴角，让他放心。可那点笑意才刚浮现，胸口便再度一震。他几乎是立刻收回表情。那一下太清楚了，清楚到让人心生恼意。我连笑一下都不行。司业看了他一眼，他似乎想说什么，最后只低声道：“他在看你。”不语一怔，随即皱眉：“你还学祖老说话？”司业没有再接，只是抬眼望向前方的山路。司业原以为出山之后至少会看到人迹，或是樵夫留下的斧痕，或是山民踩出的小径，又或者只是林子重新恢复的呼吸声。可映入眼帘的却是另一种景象。山外的路比他想象中还要死寂，一种被刻意清空后留下的空白。林道并未荒废，路旁仍有新鲜的踩踏痕迹，折断的细枝尚未干枯，泥地里甚至残留着几道尚未模糊的脚印。可当他们靠近时，这些痕迹的主人却像是同时退入了林间最深的阴影。风从山口灌下，带着未散的寒意，吹过树叶时却没有熟悉的沙沙声，只剩下一种低低的摩擦，像是连风都被要求放轻脚步。静，静得不正常，没有樵夫，没有采药人，连鸟鸣都稀薄的几乎不存在。林梢之间偶有影子随着风势微动，却始终不曾真正显形。司业的指节在袖中一寸寸收紧，他低头扫过地面，被压服的草叶全都朝同一个方向倾倒，树皮上多出几道新刮痕，位置恰好卡在林道转折的阴影里。这些痕迹太整齐了，从不语接受传承的那一刻起，对方就已经完成了确认，他是目标。而现在第一波杀局已经铺开，只是动手的还只是用来消耗逼位的普通高手。司业扶着不语继续往前，步子刻意放慢，他开始分神去感受周围，不是声音，而是空气的流动。太干净了，干净到连昆虫都不敢发出声响。林间原本该有的细碎动静被一点点抹去，只剩下他们2人的脚步声在空荡的林道上显得格外刺耳。就在转向的一瞬，他眼角余光捕捉到异样，异常不只来自一个方向，而是四周。原本稀疏的阴影不知何时多了几道层次，
那些身影不靠近，也不追逐，只在他们每一次改变路线时悄然挪动，将最顺的出口一一封住。包围在无声中完成，而且节奏稳定。司叶没有停步，只在下一个岔口前偏移半步，带着步雨钻进更密的林子。不到100步，他便察觉出异样。前方的灌木看似茂密，实际却被人刻意清理过，荆棘被折断，枝条被削低，留下的通道宽度恰到好处，能走却走不快。他脚步一读，随即自然的改向。这一次他带着步雨往左，几息之后，左侧林间深处一道人影悄然错位，补上了那条可能被利用的退路。司叶心中一沉，对方没有打算在这里收网，他们在驱赶，而且方向很明确。就在这时，他看清了一个细节，其中一道人影袖口翻动，露出一截暗色袖边。司叶的眼神沉了一分，一个极短的画面在脑海里掠过：凤城夜雨，街口无声封死，尸体被拖进巷道，血水顺着石缝流走。第二天清晨，整条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东厂，凤城那一夜的画面在他脑海里一闪，巷口灯火被人用袖子一遮，喊叫声像被掐住喉咙。2个呼吸之后，地上只剩一串被拖走的血印，干干净净，连哭声都不敢流。这种袖边他在凤城见过，这种走法他在凤城也见过。能不惊动林子，不留脚步，能在阴影里补位，在缝隙里收网，只有那群人做得出来。步雨也察觉到了，他顺着司叶的目光看向林线之外，远处的树影间隐约显露出一条更宽的山道，方向正指向凤城。他心口微沉，对方不急着在这里动手，他们要把人一步步送回那个早就准备好的地方。半日路程像是走在刀锋上，步雨的后遗症愈发凶险，那股力量不再只作用于他的身体，他开始修正他的意识。每一次心神稍有飘离，胸口便会传来一阵尖锐的刺痛，逼他立刻回神，回到这具正在被重塑的身体里。呼吸一乱，子意便如浪头般拍上心脉，情绪稍动，胸口便发麻发紧，像剑柄在体内被人轻轻转动，提醒他随时可能出鞘。到午后时，他的脸色已白得没有血色，冷汗顺着鬓角滑落，碎发湿湿贴在脸侧。司叶停下脚步，在一处背风的岩坡前让他坐下。这里视野不佳，却占了高度，足以将林线外的动静收入眼底。他已经能清楚分辨出对方的层次，近处的是用来消耗的高手，更远处的守着出口，气息沉稳，尚未出手。步雨刚坐下，眼前便再度一黑，视野像被人用力抹了一把，边缘先碎裂成白光。耳边的声音忽远忽近，林子里的风声被拉得又细又长，他的身体随之向前倾去。司叶眼疾手快地抱住他，他喘得了口气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我好累。司叶看着他，他没有让他忍，只是把水囊递过去，又把肩往他那边挪了半分。靠着。步雨怔了一瞬，随即顺从地靠过去。奇怪的是，那柄剑并未排斥这个动作，他胸口的震颤竟随着他的呼吸节奏慢慢平复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破空声贴地掠来，薄如柳叶的暗器钉入他们方才经过的泥地。第二枚紧尖至，落在步雨脚边，碎石飞溅，没有留情。司叶站起身，将步雨完全护在身后。这一次他已经确定，对方要的是他的命。数百里外，海岸崖上，披着灰斗篷的人低头看着掌中的符印，符印第3次震动，急促而清晰。他轻声一笑，确认。海风卷走话语，而真正的杀局已经开始收口。第32章，杀局出河。第一枚暗器落地的声音还未完全散去，第二道破空声已经贴着林地掠来。司叶甚至没有回头，他只是向前踏出半步，脚跟微沉，身体侧转。那一瞬间，地面的碎石被他踏得陷下去半寸，细小的裂纹沿着脚边蔓延。薄如柳叶的暗器擦着衣角飞过，斜斜钉入后方树干。暗器入木3分，尾端仍在轻颤。那不是失手，而是刻意留下的余烬，有人在看他怎么动。呆着，
司业低声说了一句，语气平静，却像把钉子将这句话钉进地里。不语靠着岩壁坐稳，没有再动。他指尖微凉，却能清楚感觉到体内那股新生的力量正随着外界杀意一寸寸抬高，如潮未至岸，却已先行漫过心口。那股力量冷正，没有催促，却逼得他连呼吸都必须收敛。他明明闭着眼，耳中却像被迫听见更多落叶翻面的声音，树干被踩过的细响，甚至远处弩机金属摩擦的一声微鸣，都像针一样扎进来。林间的影子开始移动，不是涌出，而是错开。有人在左，有人在右，有人始终藏在司业视线之外，只留下若有若无的气息，像一张正在慢慢收紧的网。更远处的树冠间，偶有一瞬极淡的反光闪过，转眼又被阴影吞没，像有人把冰刃贴在枝叶后面，只露出一条冷线。司业眼神未变，心中却已将每一道动静逐一对位。第一批现身的是3道人影，落地时几乎无声，膝盖微屈，重心压低，衣色暗沉，袖口收紧，兵器仍在鞘中。这不是要拼命，是要试。司业没有拔剑，第一人骤然前冲，脚下炸起一片泥土，身形如箭，双掌一前一后封住中线，掌锋厚实，带着军中搏杀特有的干脆。他掌势看似直来直往，实则一前一后暗藏变化，前掌逼胸，后掌掏肋，若司业稍一退步，便会被连环粘住，拖进擒拿。司业迎上，他肩线一沉，腰背微旋，右拳自肋下送出，没有声势，却在拳落的瞬间，林间响起一声闷雷。那一拳落在对方前掌与胸口之间的缝隙，力道像从地底直推上来。对方掌势被硬生生震散，胸口塌陷，整个人被轰得倒飞，连退路都来不及找，便撞断树干，摔进林深处。枝叶乱飞，泥土喷溅，他想翻身起来，却只抬了抬手指，便再也起不来。第二人几乎同时贴地滑行，他出手更硬，人不抬头，眼不看司业，整个身形像贴着地面的一道影子。袖中短刃划出时，寒光不外放，只在刃口最薄的一线上闪了一下，直取喉颈。这一刀走的是贴骨路数，不求斩首，只求从下颚沿着颈侧划开，破气管，断声门，让人连叫都叫不出。司业左手抬起，不是格挡，而是按。掌心落在腕内那一瞬，对方只觉整条手臂猛地一沉，像是被山压住，内力骤散。短刃明明离司业喉咽只剩半寸，却像被看不见的泥沼拖住，怎磨也前进不了。司业的肘击随后而至，不是大开大合的一砸，而是肘尖一点，点在锁骨下方半寸的节点，一声清脆的骨裂声。那人跪倒在地，短刃脱手，脸色惨白，喉头咳出一口血沫，却仍咬牙想用另一手摸向袖中暗器。司业没有给他第二次，他脚尖一勾，短刃在泥地上翻起半寸，刃身一震，便被他用斜面踩住，像把那人的退路也一并钉死。第三人原本还在侧翼，他看见前两人的下场，瞳孔骤缩，却仍然出手，暗器连发，数点寒星封死前路，角度很辣，专挑关节与眼角，暗器之间还夹着一缕细线，若司业用掌去拍，掌心便会被线割开，若他退，线便会绕上脚踝，将他绊住半膝。司业踏前，那一刻，他整个人像是往前推动的大地。尘势一出，暗器尚未近身，便被无形的重量压落，当当作响，散入泥中。那缕细线也被压得贴地，失了锋利，像被沙土生生吞掉。第三人心中一寒，正要抽身退开，司业已经到了，一掌落下，掌力不疾不徐，却像山落在脊梁上。第三人被按进地面，胸腔震荡，气息全断，泥土飞溅，连他嘴里那句未出口的咒骂都被压回喉咙里，只剩一声短促的闷响。林间静了一瞬，就在这一瞬，弩弦震鸣，声音极轻，却像直接拉在神经上。司业脚步一错，肩背下沉，弩矢破空而至，贴着他外袍掠过，钉入岩壁，尾羽狂颤，入时半寸的震动把岩壁上的霜都震落一片，碎白粉末落下，正落在不语发间。那一剑原本是给不语的，
弩使不似箭，力道更直更狠，若真钉中人身，穿骨也不会停。司业没有抬头，却已在心里把那弩手的位置瞄出，高处右侧，枝叶掩护极好，弩机一动便能换位。他心里明白，对方不急着射死他，对方只要等他被地面的人缠住半息，弩使就会穿过他护出的缝。还未等第二箭离弦，杀意已经落下，没有风声，没有气息波动，一道人影彷佛从司业影子里站起。那一瞬，不语即便闭着眼也觉得背脊一凉，像有人把兵放在他颈后，冷刃无声刺落，角度刁钻，正对己心。那一刀快得像是不存在，刀尖先到，影子才到。司业前踏，不是闪避，而是硬生生让位。他整个人向前微沉，背脊肌肉如岩层错动，硬生生把那一刺逼偏半寸。刀锋擦着肩胛掠过，衣裂声乍现，血线立起，像墨在雪上画了一笔。暗袭者一击不中，并不恋战，他腕一翻，刀刃顺势改削，想沿着司业肩胛一路切下去，直接卸掉司业左臂。司业早有预料，他肩一缩，背一拱，整个人向山脊拱起，让那一削落空，同时右脚猛然踏实，地面滴滴一震，反震之力顺着腿骨直冲腰背。他借势旋身，手肘回击，那一肘如山回落，肘势不快，却沉得可怕，落点也不在刀上，而在对方胸侧的气门上。轰！暗袭者被轰飞，撞碎树皮，却在落地瞬间翻滚卸力，单膝点地，眼神冷静如兽。膝下泥土被他一点，竟没有下陷，显然轻功与根基都极深。他抬头看司业，眼里没有怒，只有一种近乎冷淡的计算。司业看着他，眼神第一次真正亮起，真正的杀手终于现身。然而这一瞬的交锋并没有让杀局松半分，高处的弩手已经换位，枝叶轻轻移动，像风。司业却听见第二次上弦时那一声几乎听不见的金属扣合，而零线外脚步声不再遮掩，刀光亮起，数名刀手同时分开站位，有人正面逼近，有人斜插侧翼，有人绕后锋退路。站位一成，便像把司业与不语钉在原地，逼他只能向前，不能向后。司业横身将不语完全护住，气息沉稳如山。他的眼神没有落在刀手身上，而是始终留着一分，留给树冠，留给影子，也留给那个单膝点地的刺客。接下来别看。不语闭上眼，他想说自己不是拖累，他想说他也能，可那股冷正的力量又一次压住他胸口，像山在他体内立规矩。他只能把那句话吞回去，指尖却在袖中悄悄收紧，指甲掐进掌心，让自己醒着。弩弦再次震鸣，杀局真正收紧。